比特币突破10万后有哪些风险？山寨币的交易机会该如何把握？如果你对这些机会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这是我在 Bybit 上面所开的单子，你可以发现我的入场价位呢，比特币大概是在8万2左右，那到现在大概有着20个百分点的收益。那其实开在8万2，我认为是非常不好的。我也认为，做合约或者说这种波段的操作是具有相当的风险哦。当然获利是很棒啊。我当时其实在7万多的时候就已经有先入场了，不过后来因为川普当选了，然后就有非常大的波动，我当时就有把那张单先出场啊。那我后面在入场过后，在经历了几轮加仓，入场价大概在8万2左右。那以太坊呢，我是在突破了3000之后我才开单的。那拿到目前呢，大概也是有着20个百分点的收益。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仓位大概就是一个10几万美金的收益吧。其实这样子的仓位大小，我个人是能承受的，是可以把它负担下来的。那如果说这个仓位会太大的话，很容易就会影响到我平常的一些工作啦，或者我的心情等等。那这种情况就不太好啊。而且其实这样子的仓位对于我的总仓位来说呢，其实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个人并不会太害怕啊。而且我相信我们在过往的操作过程当中呢，也是有展现出了相当的一致性。那现在的资金费率其实很贵啊，在这个突破10万的时刻呢，或许市场很疯狂啊，但是我们频道在这个时候最注重的其实是风险啊，因为我认为风险呢也在急剧的增加，甚至我认为比特币呢，它正在慢慢的走入顶部。那目前的资金费率还有市场上最多的情绪也都是相当的疯狂的。那我开的都是币本位，因为我自己都是把我所有的钱都拿来买成加密货币，我都是没有留 U 的。那扣除以结盈亏资金费率的话，我们大概还有着11万美金左右的收益吧。我相信我们在过往的交易展现的一致性，还有这个判断还有交易的严谨纪律，我相信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们在过往的周线级别的趋势当中呢，至少在这个牛市我认为我们是掌握了所有的行情，或者说所有我认为值得操作的交易机会。我们在过往的走势当中呢，其实我们也只不过有开了4张的趋势多单。那每张多单我都有在开单还有持仓的时候呢，都有耐心的跟大家分享也都有展示在直播还有影片里面其实我们持仓呢，也不过就是4次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有一次这里有一次这里有一次，还有现在有一次。那其他的时间呢，其实都是震荡做这种趋势的波段它其实是做不出成绩的。那做得出成绩呢，也是依偎在有牛市的背景，有周期的背景一般如果说是随意震荡的行情我相信是很难做出相当的成效的。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你现在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仓位那这个仓位呢是完全免费的，你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你就可以获得比特币以太坊500美金的仓位，你还可以获得山寨币500美金的仓位，相当于你 KYC 入金100美金就可以获得1000美金的仓位。那我们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来看吧，我们从周线、日线上面呢，我认为这种趋势是绝对我们一定要把握的。那其实我们从过往的影片还有直播当中呢，我相信我们的交易也都展现出了一致性。那现货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少提，也比较少做操作，因为我在这个牛市里面呢，其实也不过就在这个位置这个附近去抄了底，当时其实都有记录的。那我在后面呢都没有进行任何的买入卖出操作，因为在牛市上涨的过程呢，千万不要瞎操作。如果你拿现货还是瞎操作的话，通常很多情况呢都会把你的利润降低的。我们在这波突破的过程呢，我们确实是把前高给破掉了，那其实这相当的关键我们现在也正在 price exploring 价格探索，因为我们价格呢已经创出了历史的新高点。你可以发现其实突破前高非常关键那突破前高，我们也要判断一下它突破的力度还有大小。比如说我们突破之后呢，我们就必须直接走出一段距离。如果没有拉出一段距离呢，那对于后面的上涨行情确实是会造成隐忧的尤其我们这里如果突破的越强势我们后面可以再延续的涨幅呢，其实也就更大。
我认为我们目前所走的突破啊，它的量能是还没有展现的。通常我们在做这么重要的突破，都会展现一定程度的量能哦。那我认为这个是小小的隐忧，不过也还好啊，毕竟我们在回调的过程呢是没有展现出任何的供应的。那我们再把这个级别呢，我们再缩小一点哦。我们之前其实有不断的谈到，我们在这段的回调过程呢，其实是走得非常强势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回调的过程呢，它还是低点微微的向上。那我们走成收敛之后呢，我们就确实突破了。那突破也有展现出一定的量能，所以现在的走势其实是 OK 的，是健康的。那其实走出突破呢，我一点也不意外啊。我们在之前的影片直播当中呢，其实也都有提到类似的状况。那目前比特币的资金流入呢，还是很健康的。你可以看到 ETF 在前天12月3号，我们依然有流入6亿多美金哦。之前我会认为我们的流入量呢，是不是渐渐减小了？毕竟我们在11月底还有12月2号的时候呢，它当时的流入只剩下1亿、2亿、3亿甚至还有流出的，这确实是个小隐忧。不过我们在12月3号的巨额流入呢，又打消了流入量不足的疑虑。所以我认为目前比特币的流入量呢，其实是非常足够来拉升这个盘面的。不过我们从盘面数据上，目前我们得出的结论其实还是很健康啊。但是我认为我们目前的资金费率是非常不健康的。目前我们的资金费率呢，以平均来说已经冲刺到了我们这轮牛市以来的新高点。你可以发现现在的资金费率大约在1/1000以上，这其实是相当夸张的费率。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的基础费率不过就是1/1000。那通常呢，我们在牛市的中期才有机会来到1/1000甚至2/1000的资金费率。那我们到了牛市后期的时候呢，我们会维持在1/1000、2/1000的费率。那如果说它维持在这个时间点的这个资金费率的话，我认为我们就要相当注意顶部是否来临了。那我们现在只是第一次达到，我认为接下来会透过洗盘震荡的方式来把资金费率给降下去。不过这样子的资金费率呢，它还是会时不时的偶尔出现在我们牛市的中期并不代表就不能上涨但是我们通常暴涨或者说起涨点呢，通常要在资金费率回到基础或者说比基础略高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的。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散户追多或者说用高杠杆去操作的这种情绪是相当浓烈的，不然我们不会出现这样子的资金费率。我认为这种时候，尤其现在市场的氛围非常的疯狂，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风险，而不是机会。因为机会我们是在底部的时候才会注意到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再来观察。我认为在比特币上涨突破10万美金的时候呢，其实最大的机会已经不是在比特币身上了，而是已经悄然跑到了山寨币身上。尤其趁现在比特币突破10万，大家的关注又重新回到比特币身上的时候，比特币的 dominance 呢有一波拉升。不过这也依然阻挡不了山寨季已经开启的事实。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已经来跌破了趋势线了。那我们在过往呢，我们所创造的这种下跌我认为也可以确认了山寨季已经开启。尤其你可以发现最近有一些有一定市值规模的山寨币呢，其实都走得相当的不错。它并不是个别现象，是一个集体现象。比如说前10名的市值山寨币它目前都有从底部都有3-4倍的涨幅尤其绝大多数的涨幅呢，都是出现在最近的1-2个月。所以我认为山寨币的走势是已经可以被确认了。那我认为山寨币当中呢，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以太坊。以太坊的话呢，它的汇率的最低点会在最近出现，会在12月出现。那我们从过往的盘面来看呢，我们的最低点也都是出现在12月。这个图表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取得什么时候我们把比特币换成以太坊，或者说我们持有以太坊会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因为我个人其实是比较不持有山寨币的，我的山寨币的持仓比例呢，可说是微乎其微我自己就是持有比特币和以太坊，那以太坊所占的比例呢，也一定是比较小的。以太坊的话，其实现在是非常适合把你比特币的仓位去换仓成以太坊，但我个人呢，确实会换一点但是
我不会大规模的这么做，因为我目前所持有的以太坊仓位呢，其实我已经非常满意了。那如果说我持有过多的以太坊仓位那很有可能会因为以太坊非常大的市场波动呢，造成我的心理就扛不住了，那就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你可以看到呢，我们目前大概是12月左右，12月那我们其实在过往呢，以太坊它的汇率开始变强势，我们出现起涨点的时候它也大概就是在我们减半年的年底也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在过往呢，以太坊的汇率处于历史最低点，或者说起涨点的时候它大概都是在12月的时候出现的。我们这轮呢，现在是在大概12月左右。那我们也可以发现呢，我们在前面其实在12月也都出现了非常多个起涨点、低点比如说2020年的12月，还有我们在更上一轮在2017年的12月。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这轮牛市呢，会在我们附近，也就是最近的这1-2个月就出现我们以太坊汇率的最低点。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山寨币它的热度好了。其实山寨币呢，它完全是由散户所推动的。你可以发现，最近 altcoins 在 Google 上面全球的搜寻已经创出了我们这轮牛市以来的新高了，是比我们在今年2-3月的时候要来得更高的。那热度创出新高，我们的价格呢，也在最近进行了一轮暴涨你可以发现，我们最近的山寨币的暴涨呢，都是出现在最近的这1-2个月。那这1-2个月也就是热度开始疯狂飙升的1-2个月那可见散户的热度呢，它就直接反映到山寨币的上涨上面。那可见山寨币它就是由散户所推动的。不过比特币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比特币的话呢，我们目前热度也是创出了新高，很合理，因为比特币的价格创出了新高不过散户只不过是在比特币到达了牛市的中后期，热度才会起来当我们在牛市初期的时候呢，其实价格都是由机构所推动的。你可以发现我们的底部比特币的底部大概在2022年的年底，那其实我们到2023年的年中呢，就有出现了一定的涨幅了。不过当时比特币在 Google 上面的搜寻热度依然是非常的萎靡。那我们可以去回看一下当时比特币的盘面当时比特币呢，其实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上涨不过当时散户是还没有注意到那可见这段的上涨就是由机构所推动的，机构在吸筹机构推动上涨。那山寨币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当我们讲到山寨币和散户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得不来提一下韩国，因为韩国呢，非常多交易者呢都有在交易加密货币，而且他们交易的加密货币呢，大多都是这种高风险的山寨币。像我们在昨天呢，南韩的加密货币交易量就来到了180亿美金或许大家没有体认到这是多夸张的数字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180亿美金已经打败了韩国的股票市场了，这是相当不可思议的，或者说作为一个台湾人我完全无法想象因为我们昨天台股的交易量大概是3577亿，这在近期算是比较少的3500亿左右那我们台湾最大的交易所 Max 呢，昨天一天的交易量大概是1亿美金，1亿美金大约是30亿台币那加密货币的30亿台币交易量对比股票的3000亿那大概是1%不到的比例，也就是台湾加密货币占股市的比重大概是1%不到，而韩国呢，加密货币的交易量居然可以击败股市，这是相当夸张的尤其韩国的这些用户呢，他们交易大多数的标的都是这些高风险的资产比如说瑞波币，像币安昨天瑞波币的交易量大概在359亿美金左右而韩国最大的交易所 Upbit 瑞波币的交易量居然来到了383亿也就是超越了币安的交易量甚至在韩国最大的交易所 Upbit 瑞波币的交易量超越了币安、比特币的交易量，也超过了以太坊2倍的交易量那可见韩国的散户在交易这些山寨币的时候呢，是有多么的疯狂一般来说，在币安、OK、Bybit 这些大交易所上面比特币的交易量都是名列前茅的，或不是1就是2不过在韩国呢，
名列前茅的这些交易标的呢，都是一些高风险的山寨币哦，比如说瑞波币、狗狗币啊、Shiba 啊这种迷因币啊，还有这个 Stellar 啊等等的这些很高风险的山寨币。韩国第二大的交易所呢 ，BitHub 啊，他们瑞波币的交易量啊，居然也有11亿美金哦，11亿美金，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啊？非常非常的夸张。那可见啊，韩国市场散户啊推动这些山寨币的能力，而且甚至呢，很多这种上涨非常疯狂的山寨币啊，我们去找寻韩国交易所的痕迹啊，都可以发现，其实最后就是由韩国的散户所推动的。如果你认为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